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谍报上部封顶爆了，肖战演了个废柴，却让全网直呼这才是真正的谍战。1948年的南京，国防部机要处，一个穿着花衬衫、脚踩锃亮小皮鞋的年轻人，正抱着舞女啃鸭脖子。听见军统特务过来的动静，他当场把鸭脖子塞进裤兜，蹲在地上假装系鞋带，等特务走远了才慢悠悠站起来，甩着手跟人打招呼：“刚才脚麻了，各位哥慢走啊！”这一幕就是谍报上部封顶男主角任少白的开场。你要是只看表面，绝对以为这就是个混吃等死的富家少爷，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废柴，成了2026年谍战剧市场最让人上头的角色。这个废柴到底废在哪？任少白是南京沈家的小儿子，亲哥当年因为太刚正被日本人盯上，全家被屠。为了保住仅剩的老母亲和底下一众工人，他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整个南京最出名的纨绔。吃饭能挑出御厨8道错，穿衣比女伴还讲究，见着军统特务腿肚子转筋，连他妈都骂他你哥，要是有你一半的福气就好了。在同事眼里，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混日子，上班看报纸，下班喝茶听戏，工作不上心，前途没追求，谁看都觉得这是一个靠家里背景吃饭的少爷。可没人知道，他看似给阔太太们挑首饰的时候，指尖在首饰编码上轻轻一划，就是一份传递出去的情报。跟人打麻将输得满手牌，输赢的牌型刚好凑成摩斯电码，甚至蹲在厨房给猪蹄剔骨，都能把微型情报藏在骨髓缝隙里，递给修钢笔的联络人。7年潜伏，他把装怂玩到了极致。任少白这个角色最大的魅力在于他的隐藏，他不是一上来就亮出主角光环的英雄，而是一个已经潜伏了7年的地下党员，代号1207。在单线联系人牺牲后，他与组织彻底失联，只能将所有的锋芒与智慧深埋，靠着极致的隐忍在刀尖上求生。这种装怂不是1天2天，而是整整7年。7年的潜伏生活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每天都在演戏，面对敌人要演，面对朋友要演，甚至很多时候面对自己都要演。你明明知道真相，却不能说；你明明拥有能力，却不能表现出来。这种长期压抑比正面冲锋更加痛苦。剧情转折点来自一桩军饷贪污大案，任少白借此契机与新上线彭永成接头，正式被组织唤醒。他利用废柴身份的便利，一步步渗透进国军情报核心，在权力漩涡中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。不拼武力拼财力，不靠子弹靠算盘。这部剧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，是它彻底颠覆了传统谍战剧的套路。谍报上部封顶抛弃了低维度的枪战肉搏，直接将战场拉伸到经济摧毁的层面。剧情聚焦于1948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的金融券危机，主角团不靠暗杀，而是通过伪造债券、操纵股市 K 线，在银行保险库内洗钱等金融手段，从内部引发敌人恶性通胀和内讧。这种用经济学原理杀人于无形的设定，堪称国产谍战版的大空头。任少白不拼武力拼财力，不靠子弹靠算盘。他通过操纵金圆券汇率，伪造假账，制造金融市场动荡来瓦解敌人的后勤系统和经济体系。剧中还原了老百姓扛麻袋买米的历史场景。任少白弯腰拾起飘落的金圆券时，眼神中的锋芒被央视点评为用最优雅的姿态打最狠的仗。传统文化与情报的巧妙融合。除了金融暗战，这部剧在情报传递上也玩出了新花样。情报不再是简单的摩斯电码，而是藏在了昆曲唱段的转音里。
麻将牌的排列组合中，甚至是一道德兴管闷猪蹄的打包暗语里。任少白将昆曲唱段嵌入密码指令，用算盘破译弹道，甚至将怀表改装为微型发报机。这些设计将传统文化元素赋予了情报功能，让每一次情报传递都充满了中式美学的烧脑质感。剧组还一复刻了南京国防部大楼和17套机关密室，让每一次情报传递都像是密室逃脱。道具师耗时3个月研读民国所据考，打造了7重齿轮联动的机械密码门，确保所有机关符合时代背景。肖战用废柴皮囊演活信仰内核。肖战在谍报上不封顶中的表演，被业内称为教科书级微表情管理。他通过眼神与微表情的极致控制，将任少白风流阔少的伪装与地下尖刀的本质演绎出戏剧性张力。在外扮演阔少时，他体态松弛，谈吐随性，举手投足带着富家子弟的散漫慵懒。转入地下街头，谋划情报布局时，眼神瞬间褪去浮华，锐利沉稳，细微的神态转变就完成人设切换。为贴合角色，肖战减重15斤，塑造特工销售体态，系统学习摩斯电码、发报手势及民国社交礼仪。一场经典的雨中长镜头，他反复拍摄7条，刻意摔倒湿透全身，却死死护住手中情报文件。即便膝盖淤青，高烧不退，次日依旧准时复工。导演张开宙评价，他不是在演任少白，他就是任少白。周雨彤，数学天才的复仇与觉醒。周雨彤饰演的蓝又音，是整个剧中最具思想纵深与情感韧性的女性形象。她是牺牲战友乔明宇的遗孀，一名精通密码破译与数理逻辑的数学天才。丈夫牺牲后，她的人生目标为于复仇，对世界怀抱深切警惕与疏离。她表面策划刺杀军统军官，真实动机扑朔迷离。与任少白从相互试探到生死合作，在破译密电、传递情报中形成亦敌亦友的张力。剧中刻意弱化感情线，聚焦信仰碰撞。蓝又因最终被任、彭二人感召转变立场，从私人悲愤到集体信仰，走完了从复仇者到觉醒者的蜕变。周雨彤为角色提前3个月研习密码学，用斐波那契数列设计角色指节敲击频率。其昆曲传密唱段由江苏省昆剧院名家逐字校正，确保学术严谨性。正午阳光用博物馆级细节把谍战拉回真实。谍报上不封顶是正午阳光继伪装者后，时隔10年推出的谍战题材作品。为还原最真实的谍战原貌，剧组做了一件业内前所未有的事，邀请国安部专家全程驻组，逐字审核剧本，历时2年打磨，17次全盘推翻修改。剧组斥巨资复刻了1948年的南京，搭建了民国中央银行大楼，其穹顶浮雕与大理石柱纹路均参照档案照片复原。在3000平方米影棚搭建秦淮河畔街景，青石板路纹样源自南京博物馆藏品。肖战48套西装由非遗盘扣匠人手工制作，条纹背带裤采用已失传的南京缎提花工艺。周雨彤的服饰则融入算码图案等隐喻细节。复仇时期的冷色调旗袍采用数码喷绘还原古籍记载的雨过天青釉色。就连剧中核心道具恩尼格玛密码机，也是专家团队按40年代标准复刻，可真实加解密的真机，绝非敷衍道具。预约破200万，他凭什么让观众疯狂？谍报上不封顶双端预约量突破200万，刷新平台待播谍战剧预约记录。这一现象级数据背后，折射出观众对精品谍战剧的深度渴求。观众期待的不只是肖战的民国造型或正午阳光的金字招牌，而是一股谍战剧的清流。这部剧没有狗血的恋爱桥段，
没有主角光环的爽文套路，有的只是普通人在恐惧中成长的坚守，以及守着千万人能挺直腰杆说话的明天的信仰力量。当任少白立于窗前凝视枪口倒影，或彭勇承写染黎明前夜，个体命运终汇入历史洪流。正如预告片所言，谍报不是杀戮的帮凶，它是照亮民族黎明的火种。这部剧用最窝囊的身份，完成了影响战局走向的绝密任务，谱写了一曲无名英雄的信仰赞歌。